那么第2期的史诗英雄系列呢，我们来聊泰瑞。泰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史诗英雄，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呢，那就是抽到必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究竟厉害在哪些地方呢？和第1期一样，我也做了一个表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里呢，泰瑞在使用场合上是90分，因为泰瑞真的是在几乎所有的副本竞技场里都可以使用。第2个是它的个人特色，它的个人特色由于它的作用比较多，所以它自己比较突出的特色呢，也并没有做到非常的极致。比如说它的减攻并不是所有英雄里最好的，所以我给了它90分。当然它在副本里的表现就非常的优异了。首先像在奥数城堡和力量城堡这样的副本里呢，它能拿到90分，因为这样2个城堡基本上是英雄强度够高，他就能打过这个城堡。所以对于像魔法城堡这样需要解决护盾来说，泰瑞就乏力一些了，所以我只给他60分。而在精神城堡里，我们一方面是需要打掉 BOSS 尽可能多的血，另一方面还要对他进行一个破防，以及对他进行一个降低治疗。所以在精神城堡里，我觉得泰瑞的作用也非常的大。而在虚无城堡里也是一样的。在巨人副本和龙副本里边呢，泰瑞的作用我觉得也是非常高，所以我同样给了90分，因为他在队伍里可以起到一个减攻的作用，给 BOSS 减低攻击，也就增加了队伍的生存的一个概率。同时他的推条也很好的限制了 BOSS 的一个出手，因为他大招的推条实在是非常的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一个面板，它的一个生命值和防御都非常的不错，唯一的短板还是速度。那么它的3个技能呢，也是基本上每个技能都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技能是一个减攻技能，升满了之后概率还是不错的，能有 50% 的概率。然后减攻是持续2回合的，普攻的话打2次会有很高的概率产生这个降低攻击这个 debuff。2技能是一个群攻，群攻有一个破防效果，如果目标有减攻的话，则会触发一个睡眠。所以它这个2技能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控制型技能和一个上 debuff 的技能。3技能是一个单体降低 50% 行动力，那么如果目标行动力耗尽会造成眩晕，那么对于 BOSS 来说眩晕是不容易触发的，很多 BOSS 是抵抗这个眩晕的。那么降低 50% 行动力作用就非常的大，能够最大限度的抑制 BOSS 的一个出手。蜘蛛地下城里呢，我们可以用泰瑞进行一个破防，但是我觉得在地下城里不仅需要破防，还需要虚弱，所以在蜘蛛里我给泰瑞只打了70分。同样火骑士地下城由于它的1技能只打2下，同时它的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我也只给了70分。但对于我来说，泰瑞还是我打火骑士的一个主力阵容之一。不过如果小伙伴有更好的选择的话，我们可以放弃泰瑞打火骑士。接下来是公会 BOSS， 公会 BOSS 是泰瑞的一个重要表现的一个场地。那么在这个公会 BOSS 里，他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我给他在所有难度里都打了90分的一个高分。因为泰瑞它降低攻击是对于生存时间的增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不仅是可以降低攻击，同时泰瑞自身的输出也非常的高，还带有破防的效果，能给 BOSS 减低防御，这样可以增加队伍的输出，所以它的1技能和2技能对于 BOSS 的作用都非常大。虽然3技能的推条对于公会 BOSS 不适用，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能系数，打出来的伤害非常高。接下来是泰瑞的一个打公会 BOSS 的一个实测的视频，是我早些时候录下来的一个视频，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在这段视频里呢，泰瑞的表现不是非常的优秀，正常我的泰瑞是能打 3M 左右的，这一次只打了 2.7M， 同时所有的人相应的伤害也都有一个大幅度的降低，包括内森瑞尔，包括这个炼金师。因为我目前给炼金换了一套速度相对较快的装备，所以它的一个属性有大幅度的下降，在生命值防御上下降的比较多，所以在这个视频里呢，它的一个存活能力就受到了一个挑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吧。在视频里，泰瑞可以充分的表现出它所应有的一个作用。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泰瑞因为自动的话，它会首先用3技能，所以这是比较烦的一个地方。
在这一次更新之后，我发现内森也会用他的3技能了。在之前的一个版本里，内森的 AI 是默认不会用3技能的，因为公会 BOSS 目前不吃一个推调效果，所以他自己默认就取消了。但是这一次更新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内森的3技能他会自己使用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公会 BOSS 是挂着一个降低攻击的，由于天赋的作用，所以它的降低攻击是3回合。我们可以看到像内森他打一个 BOSS， 他1技能的伤害就非常低，但是泰瑞触发暴击以后能打22000一次，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的输出是非常高的。内森打3次加起来也不过是15000，只不过是因为内森的一个上毒效果使得他在公会 BOSS 的作用实在是非常的高。我们基本可以看公会 BOSS 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降低他的攻击，降低防御，打出尽可能多的伤害。泰瑞在这里边的作用真的是非常大，因为首先老女人她的一个破防不是很稳定，所以泰瑞的2技能就非常的重要，配合着训教士和符力的话，在降低防御上基本不太容易断档。我们可以跳过一段时间，直接看公会 BOSS 的后边的一个到6分钟以后，因为我炼金师的装备进行了一个调整，所以他死得非常的快，这就造成队伍加血后期会有点跟不上，这也是这一次我打这个 BOSS 打的不是很好的一个原因。我自己觉得目前6分钟减了一个员，伤害一定不会很高。我们可以看到7分钟的时候已经全员覆没了，这是不怎么常见的，因为一般我都能打到9分钟左右的时间。尽管是只有7分钟，我们可以看泰瑞的一个数值，他的加血量是所有人里除了符力以外最高的，同时他承受的一个伤害也非常的高。再一个是他的输出，和相对于纯输出的符力来说，在功能型英雄上泰瑞做的真的是无可挑剔了。2.7 的伤害对比纯输出的符力 2.8， 他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同样是防御型英雄，训教士只有 1.9 的一个伤害值，那么在我这儿训教士和泰瑞的装备水平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在你的装备足够好的情况下，泰瑞是能够接近非常高的一个伤害，打到 3M 以上不是什么问题。我的日常的一个伤害就 3M 左右。接下来是在竞技场，竞技场目前我是用泰瑞作为一个进攻的一个角色，那么防守呢，我也会放泰瑞，但是我个人建议，如果更好的英雄的话，泰瑞是不能放在防守阵容里的。对于竞技场，我可以现在试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个基本使用泰瑞的一个方法。我们挑一个比较不容易翻车的一个竞技场打一下吧，万一不小心挑错，挑到大佬就比较尴尬了。我们一般是用炼金来拉条，然后用它来推条，这样能够保证我速度比较慢的骷髅女王呢，能够正常的使用她的技能。在泰瑞进行一个群减防以后，骷髅女王就能够顺利的输出了。当然因为打这个大个子没有打出暴击，所以大个子基本没怎么掉血。我很害怕大个子突然在下一回合会秒掉我的人，所以泰瑞的这个时候降低行动力就非常的重要。虽然它是一个正常的没有克制的属性，我们可以看到泰瑞这个技能一下几乎快把这个大个子给打死了。那么这就是在竞技场的一个泰瑞的一个用法。抱歉，我更正一下，刚才那个不是大个子，是伊格纳修，因为长得实在太像了，他没有出手，没有技能，所以我看错了。那么这就是泰瑞在竞技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用法。我们可以试着去挑战一些看着比较可怕的一个阵容吧，这个阵容的战斗力是比我高的，同时它的一个比我的这个拉条英雄是相对来说更好的，这样的话我的压力就非常的大。这个时候泰瑞的破防也不知道能破几个，没有破到福山，这是一个比较可惜。我的这个骷髅女王她的暴击起来之后伤害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也顺利的打过了。这就是在竞技场进攻里我目前使用的一个阵容。目前我的竞技场分数不高，只是在一个金4的中游的一个水平，中下游的一个水平，但是泰瑞起到的作用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接下来是它的一个综合评分，鉴于泰瑞在每个副本里的一个表现，我所以最后给了它综合评分92分的一个高分。
接下来是泰瑞的一个天赋推荐，我也会把这张天赋图以图片的形式贴在屏幕上，这样更方便于大家的一个观看。同时在我的这个文档里也有相应的这个天赋图的显示，大家可以根据我的天赋图来对它进行升级。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战争大师对于泰瑞是非常适用的，这一点可千万别忘记了。下边是一个装备的选择，对于泰瑞来说，因为我最近刚合成了鱼人，所以我把原来泰瑞身上的吸血的一个胸甲加精准的胸甲我换给了鱼人，所以泰瑞它的相对的属性会有所下降，但是防御力会有所提高。我给它装的是吸血加一个暴击，这样能很高的堆泰瑞的暴击率，同时也不会落下它的防御。虽然它防御目前只有3800左右，但是我觉得对于高暴击率的它来说已经够输出了。而对于泰瑞的另外一个选择需要注意的是精准，因为我的精准目前只有180几，是因为我的这个大店里我的精准并没有升到高级，我先主升了一个精神的一个属性的英雄。我目前也攒了一些1250的一个金牌的一个数，我不知道后边这个任务需要加哪一个，需要加多少级，所以我暂时留了下来。如果你有的话，不用犹豫，立马练起来，它绝对是你所有队伍里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它还是个防御型英雄，这样它能兼顾输出和生存，对于队伍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好了，这一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聊了聊泰瑞的一个作用以及它的一个实测视频的演示，同时希望通过这一期视频你对泰瑞的一个装备天赋以及它的使用上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喜欢我视频的话，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那么从第一期开始呢，我已经做了英文字幕，也希望能看英文的一些国外的小伙伴呢也一起加入进来。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